焦全世界，带您探索这个世界。欢迎收看《战火纹身的玫瑰》，聚焦越南。我是舒梦兰。今年5月13号，越南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排华行动，让世界目光再度聚焦在这个狭长的东南亚国家。殖民越南100年的法国人称它是中南半岛的玫瑰，因为越南让他们又热爱又憎恨，留下无比的怀恋和遗憾。但法国人和美国人，一个为了维护殖民者最后的乐园，一个为了维持非共产党统治的政权，先后在这块土地上进行2场漫长的战争，长达30年，一共造成300万人死亡。1975年越战结束时，留给越南的是一片满目疮痍的土地，100万名寡妇，88万个孤儿，20万名残疾人和清不完的地雷。直到40年后的今天，越战的遗毒还残留在这一朵中南半岛的玫瑰里。东方脸孔，亚洲风貌，建筑街道都还留着法式殖民遗韵。这是胡志明市，从前被称为西贡。新旧光影在这个还在开发之路的国度，撞击出独到的魅力与风采。2200年的历史，弥漫着是数不清的烽火硝烟。醉人的绮丽繁华，掩蔽不了战争所刻画的伤痕。越南国土呈现狭长的 S 形状，北越有红河流经，南越是著名的湄公河米仓，南北都是富饶的物产原乡。但越南中部却是山峦叠嶂、耕地稀少的热带丛林。每年5到8月，有从西面辽国吹来的老挝风，燥热无比。而7到11月，台风水灾必来报道。人民贫穷，灾难不断，连越南人自己都说，中越是个爹不疼娘不爱、被诅咒的悲惨之地。传统房屋前，2个男孩正开心地踢着足球。他是8岁的何文才，右脚有一点跛，无袖背心下空荡荡，他还少了一双手背。
他爸爸妈妈生下之后，看他就有问题啊，就离开，然后他现在就跟外婆一起，然后他就没有手啊，脚也很脏。啊，现在虽然现在国小，可是身材都很小。现在人成这样啊，两边都是一样。然后脚没有缺了2只吧，1只缺了1只小只。何文才生下来就没有手，生活一切只好用脚代替。他的名字，对，他的名字何文才。哇，好漂亮哦！rất là đẹp。你跟他说他字写的好漂亮。Thì con Việt rất là đẹp. Cảm ơn. Cảm謝, cảm ơn. 整齐秀气的文字，全是小小的何文才用脚一笔一画慢慢写出。文才喜欢上学吗？ Con thích đi học không?喜欢上学。喜欢上学。班里有很多同学。哦，喜欢跟同学玩吗？ Còn thích chơi với bạn á? Không thích chơi với bạn này với ta不喜欢跟同学玩。不喜欢跟。Vì sao không thích bạn chơi với bạn trọc hả? 同学啊，嘲笑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何文才一出生就没了2条手背？他的外公也是3军啊，越战的那个时代就陆军啊。所以文才的外公是有参加过越战。大家都说是因为笔记的影响。为了找寻越战局迹和畸形之间的关联，我们来到越南中部最权威的医院。这里是医院非常特殊的一间病房，可以看到这些小朋友都开心的在玩玩具，但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有主状足，也就是俗称的海豹肢。他是3岁，然后2双脚都换上主状足，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所以他的变形也蛮严重的。所以像这样子都没有办法走路嘛，对不对？不能走歪的，如果是走歪的话，会继续影响到他的四肢，而且影响到他的全身。杵状足是先天性畸形足的一种，脚会像高尔夫球杆一样往内翻，也被称为海豹肢，因为症状严重的孩子只能像海豹一样爬行。亚洲人发生的几率只有10万分之5，1成的患者是家族遗传，其他大部分的原因是突变。跟越战化学武器残留的遗毒相关吗？我肯定就是跟战争后遗留下来的毒剂有关。越战期间，越共游击队走在茂密的中部山区丛林，神出鬼没。美军为了清除视觉障碍，也为了摧毁农作物，从1962年开始的10年间，在越南中部低空喷洒高达7600万公升的落叶除草剂，容器上有多色条纹，最主要是橘色，也被称为橘剂。橘剂所喷洒之处，满山森林顿时化作枯木，而橘剂的副产物就是俗称的世纪之毒戴奥辛，毒性是氰化钾的100倍，砒霜的几千倍。仅仅85克的戴奥辛就可以杀死800万人的城市。越南官方引述美国国防部报告说，美军喷洒的橘剂含有170公斤的戴奥辛。越南的教科书上就写，这是七彩的死神。但橘剂的毒当时只是个开始，40年后的今天，仍然像道黑色的阴影笼罩在越南上空。
我们前往当年美军喷洒菊剂最多的山区，要寻找更多真相。就是当时美军的目标就是撒那个菊剂，让所有山区的那个树木全干枯，让那个越军没办法，没有地方去躲。对，它可以，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树木，当时都是干枯的。之前这边都是干枯的，30年之后才有现在这样的状况。这也是越南中部的广治省，是全越南最穷的地方，也是当年越战的主要战场。当时美军为了让躲在山林的越共现形，在这里撒下了大量的菊剂，也就是落叶剂。这里的草木全部枯死。现在虽然过了30多年，山林逐渐恢复了原貌，但毒性依旧留在这一片土地上。所以他们就是从越战的时候，也就一直都住在这里，是不是？对啊。胡文在山区长大，现在一家6口都住在这个高脚屋里。前天有一个残障的左脚脚不稳，他父母在这个地区生活。就是在越战的时候，父母就住在这里，对不对？Ông nội đi rồi à? Nó bị mất rồi bộ. 他父亲也以前也参加那个越战，现在已经过世了。Mình cháu lớn rồi. 他说他出生之后就一直就拉肚子，然后拉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好像四肢都不能动，瘫痪了。那后来慢慢就康复了，然后左脚就不行。他知道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关系吗？他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在这个村子里面有多少人家是跟他一样？他6、7个，6、7户人家都是有身体智障的。这个部落也不过30户人家，等于每4户就有一家出现畸形儿。战争之前没有那个一家庭之中2、3个孩子都是残障儿童，就那种状况很少。但是战争之后，一家里面有2、3、4，甚至全部的孩子都残障的状况很多。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搬家吗？是因为菊剂跟着水流啊，不确定哪个是安全的。根据菊剂研究协会的资料，广治省有1半土地都被撒了菊剂。那时候我大概14、15岁，然后我们都看到那个美军的飞机在撒那个东西，就像我的朋友也很多人就受这个菊的感染，然后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们就看到他们撒的东西，如果小的树就1、2天就会死掉，大的会长一点就死掉了。我当时只知道那是一种毒物，但是其实也不知道那么严重。而这些含有世纪之毒戴奥辛的落叶化学剂，摧毁了树林，也渗入了土壤，流进了河川。戴奥辛的话，它半衰期非常长，化学结构很稳定，所以你一旦污染到我们的土地，一旦污染到我们的河川的话，将来我们土地在那边种的农作物都可能被戴奥辛污染。我们的河川里面如果有戴奥辛的话，里面的鱼啊、虾都会有污染到戴奥辛，然后所以它会经过这种方式，它会进入我们的食物链，然后进入食物链后，当我们去吃这些东西，我们就吃到这种戴奥辛。然后戴奥辛因为它半衰期非常长了，而且它会堆积在我们人体的脂肪细胞，可能会有畸形的胎儿。40年不够，应该说要100年修根。从植物到家畜家禽，几乎都受到污染，不知情的居民照样吃下肚。一些村民甚至刻意到山上运架曾经被污染过的白沙。
就是一般的土地嘛，然后他们从山上拿那个白沙放到这边来。之前这边的土地很低，然后下雨的时候雨就漏进家里的，然后他们把山上的那个白沙放来。觉得白沙漂亮吗？ Mẹ em có thấy cái cặp trắng cái đẹp không? Có,有啊。虽然经过了40年，但战争的遗毒依旧存在。不知情的村民现在还是继续生活在这一片白色的土壤上。